一级棒，美味しい大汉板豆腐。世代观念大对决，休学当 YouTuber， 没有上学学费就省了，我支持你。他不准我穿这种休闲的这种真理裤出门。就如果夏天很热的话就可以。心态真的有问题，别人都可以讲，你小声一点。我女儿这样穿，我也不会管她。你穿的更露，你当然不会。你不会这样。爸爸观念太古板，不让女儿穿比基尼。从今而后，侯赛雷是不是很支持他穿比基尼？我就不相信你让你女儿这样穿。我女儿如果在沙滩上，她这样穿是 OK 啊。你少来，那比基尼照片来，我们看一下，没有必要拿出来，对，没有必要，这样就好，这样就好。欢迎收看《女王大人》。晚上你好。每一代都有每一代自己的想法，爸妈怕你走冤枉路，孩子嫌你不懂他，这要磨合起来是不容易的。今天我们邀请到了3组爸妈跟他们的孩子，来一场世代观念大对决。太好了，究竟是我们的爸妈老 Coco 这观念太落伍了，还是年轻人不懂得瞻前顾后，自我意识太强了？我们马上欢迎今天的来宾，先介绍家长代表。好的，侯昌明、李爱琪、兰蔻老师，欢迎3位。再来孩子代表喽，侯赛雷、Tyler 姐姐，欢迎3位。还有我们的女王团的3位代表，人气亲嘴红陈燕婷、海伦，还有新生代人气演员阿 Q。阿 Q 是我们今天大孩子，对，因为今天大家都是用父母的心情看待孩子，比你们大概10岁不到1轮吧。生得了的应该是。怎么可能？啦，才大10岁还生得了？因为最小都16岁了。哦，16。最大的是侯赛雷啊，没有姐姐啊，姐姐最大哦。对，你有22啊？什么时候长这么大？哇22那生不了。那他是31嘛，他当你们的大孩子代表，对，大你们不到1轮。大哥哥哦，大哥哥，哇，还好吧？那虽然他的中立立场，虽然他行为有点偏差了，但是歪，不正。啊，现在讲一个数据啊。哦，什么数据啊？根据亲子天下针对全台18到50岁的族群进行了世代调查，有将近65%的年轻人认为爸妈太保守，无法理解现代的生活方式。而相对的呢，调查显示有将近70%的父母亲认为，孩子太冲动了，不懂得现实。那么到底是爸妈观念太老派，还是孩子太冲想太少？今天就让2个世代来说清楚讲明白喽。今天刚好3个孩子应该的个性也有极大的差异，而且呢还好不会说都是女儿，我还带了一个儿子在这里。对啊，好，我们现在先问爸妈。好，孩子曾经对你提出无法理解的什么要求？1到5分都无法理解。来，5分3，哇，刚好3、4、5啊。李爱琪先来。休学当 YouTuber， 休学当 YouTuber 要几年级？那个时候他才国小要毕业，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讲，我不想要继续上课了，我想要休学。这样子，你这个才比3分啊？对，我是觉得，对啊，我靠，你们家跟我都爆大，我要你10分哎。因为我觉得小学毕业，因为其实要怪，就是我小时候有问他过，就是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就说你现在就要好好想想你以后要做什么工作。3年级就要想了，所以当他想了3年。对，那个时候YouTuber 才刚刚开始。对，美国那时候就是他们有前10名的 YouTuber， 他全部都知道这些人的名字。他有做过功课。对，然后他就跟我说，这 YouTuber 第1名呢，他不用工作，他只要就是每一天拍东西，然后每天去游乐园玩，就可以赚很多钱。对。那我想说，这怎么可能可以赚得了钱？他说可以。对，他就把所有的那个前10名 YouTuber 的赚多少钱，全部都恐怖。我还做了资料，他做了资料，做了整理，很用功。那我就想说，可是我觉得你现在还年纪蛮小的，我觉得你可以先试试看，不一定要完全就放弃了你的学业去做这些事情嘛。然后他就说不行，然后他就给我一个清单，他说妈咪，我跟你说，我要一台可以做剪接的电脑 Mac。
第二他要摄影机，然后一台比较好的手机 iPhone， 对，然后加一加已经10几万。哇，设备都想完了，哎，他很成熟哦。对啊，他其实都有在思考。我就想说，虽然这个东西是我可以支持他这个梦想，但是问题是这个钱有点太多了一点，10几万对一个小学生来讲，没有上学学费就省了，可以，我支持你。讲不出自己的。兰坡。把牌子举好，来，牌子请准备。休学当 YouTuber， 而且是小学毕业那一年，这要求爸爸妈妈应不应该接受？请举牌。你竟然是一半，我也是一半。对呀，怎么也一半？因为他说当时是 YouTube 刚盛行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就应该投资买下去，让他边上课边学，对不对？他现在就很厉害了。因为那时候可能只有美国还有 YouTube， 台湾还没有的时候，这个知识认知落差有没有？他如果那时候做，现在可能他变领头羊了。对。你这个算是马后炮吗？你现在看到人家发现 YouTube 以后纯算，你那时候就应该要做。可是他有举证啊，他是确实有举证啊，10个那都是赚钱的 YouTube 啊。哦，他脑筋很清楚了。对啊，而且他做了功课了。你为什么自己觉得一半？我同意他的部分是因为他做了很多功课，所以我会陪他一起做这些功课，然后帮助他成为一个他想成为的 YouTuber， 前提是他要求学。所以你会花了10几万帮他买所有的设备，会吗？他可能玩3个月，也许告诉你说，妈妈我玩腻了，我没兴趣了。对，我不会开始就花那么多，我会先投资大概1万以内的器材，甚至我们去租都没有关系。他不会同意的，1万多他会笑你。我们先租器材嘛，不可能一开始就用最顶的嘛。你有听过的孩子跟妈妈讲啊，你不懂行情啊，拜托好不好？对，1万多对呀。我觉得 YouTuber 大家都是在看表面。就说你要当一个台面上的人，第一个你的生活历练要够，第二个你要有一些基本的学识涵养，你所阐述出来的格局跟框架，你要让大家直接一目了然，而且要讲到重点。对，你没有念书，这个东西的架构是出不来的。哎，等一下，我要先讲一下，他的 YouTuber 都是那种年纪超级小的，就是没有大人哦。他们是 teenage， 对，他们是 teenage， 很像就是个小孩子的社团，对，自己研究自己玩，然后拍，然后就播出去了。哎呦，兰坡，你刚刚是说哦，这样可以省我的学费，好，我支持你。那现在干嘛举渣？对啊，别人的小孩我当然支持啊，别人又不是我的，你现在问我的，你现在举叉，我现在超出你问我的啊，我的孩子。那你说想法来。虽然这个走得很前面了，但我必须要说，交真正的实体的朋友，活生生的朋友，其实那个社团比较重要。因为大部分 YouTube 我看过，那时候初期的时候，说真的，我觉得会越玩越大，因为他为了要流量嘛。然后我觉得他必须要先。上学去了解分寸，我觉得分寸很重要。想引起视听，对。这边都是这进 YouTuber， 他们自己网红也当了几年？6、7年。他当6、7年，你6年。他们都有6年哦，你差不多。OK， 所以他们不是1、2年的人，他们可以说出他们的想法。为什么你反而举叉来？我觉得当 YouTuber 这件事情没有不好，因为你有你自己的理想，你有你自己的目标，这是好事。但是休学这件事情，就是对我来说会没有必要为了去做 YouTuber 而去砸这个成本，这是机会成本是错误的。因为其实你真正去调查后面的话，真正美国前10大的话不是 teenager， 他们是一个团体，他们是真成年人的团体去办的 YouTube。然后另外是你去调查后面的那种盈利，但其实那些盈利都是假的，因为你还没有都是假的吗？对，因为其实真正做 YouTube 的话，你会发现 YouTube 的收益是真的没办法让你赚钱的。那什么能赚钱？商案、业配，那些才是真正能够支撑你继续下去的钱。我们就来听一下当事人怎么说。来 ，Taylor， 如果有帮我买那些设备，我觉得我会很红。你会很红啊？以前就有一个就叫什么 Ryan 的就是开玩具箱的那些，我如果就是买个玩具，然后打开来，然后如果有那些设备的话，我觉得就可以跟他一样啊，他也没有什么，那现在他也没什么特别，他有设备就可以拍了，对啊，是不是这意思？对，他到现在还在拍。他现在10几岁，但是我突然岔题哈，我这延伸想到一个，因为我儿子以前就跟我也是类似，男孩子很讨厌，很喜欢想这个，因为他以前就很爱打篮球，说爸，我要念体育班，以后我要专攻直篮。我说直篮，你要打直篮，对，我要去打 NBA。我说 NBA， 我说你妈身高157，你要打 NBA，然后
然后我说，可是你看台湾那个直男的选手，可能打到30岁、32岁，可能就要退下来啦。那你会要干嘛？当教练吗？他说，爸爸，那时候钱已经花不完了。你看 Curry， 你看 KD， 你看 LeBron James， 一年年薪$2000万啊。他说我钱不花不完了啊，这个书少念点没关系，我当时钱满满的，我买劳斯莱斯给你。我说买劳斯莱斯哎。我发现他讲听完，我觉得我家的小孩就是比较踏实哎，蛮务实的。他的愿望只有说，不是，他是说我要做有钱人的小孩啊，漂亮，哇，那投对胎了，重新投胎啊，直接重新投胎。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男孩子会比较想这种东西。好，那如果今天我们反过来推，万一他真的走了这个路，万一他真的成功了，万一他真的赚了2亿、3亿，好了，他书没有念啊，对 ，O 不 OK？ 好像还是也是不错耶，可是还是得念书了，他觉得不遗憾就好了，对吧？太难了。听听女生的说法吧，女儿的说法。我是觉得就是可以支持，就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是我的前提也是就是不要休学，就是兼具嘛，因为你开那个玩具也不需要耗费你一整天或是什么，你可以白天去上学，然后放学之后回家再开玩具也可以啊，假日对啊，所以感觉就是要一起，需要休学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侯赛雷，我也很同意姐姐讲，因为我觉得这成本有点太高了。因为我觉得如果那些设备钱很贵，我觉得如果以后有工作打工啊什么能力去赚，那我觉得是 OK。但是在当时那个年纪，我可能会觉得有点是一样，但是我那时候也是才3年级而已，就是太小了，太小了。那现在的你还是会想做？现在就没有。现在改变没了，3年级就会想念书了，这样。很棒哎。好，刚刚是5分是兰坡，对不对？我5分。对。哎，侯章明先来。好，我来。好，打耳洞。女生打耳洞有什么？不是，你不要用一个女人的角度去看打耳洞，当然是 OK 的。但是当年他才国中14岁的时候，我说你告诉你想打什么耳洞，还要给我看那个照片是。很一根的有没有？然后这里穿一个，这里穿一个，然后这样子这一种的，国中是要搞这一种的，帅哦，很帅啊，什么很帅？我看了我吓傻了，我说哈，你这怎么跟当机怎么很像？这是当机？对，我说，哎，宝贝啊，你还没有成年，你成年了之后你要打500个耳洞，那也是随便你，我管不了。你希望几岁？20？我是希望大学毕业啦。没有，我当时毕业要打5个8个耳洞，你也会说不要。是，不是，还说500个嘞，哇塞！你尽量不要讲得太豪气。对啊，500个都讲出来。女儿在现场。在，好，忘了。好，所以呢，那时候我是说，如果你要打几个耳洞，因为打了你的洞是不会消掉了。会，没有，它还是会有一个，还有一个在啊，会有疤会在啊。那以后如果万一是这样子，你打了不喜欢，你有洞不好看，但你已经成年了。那不是我的责任了嘛？我说，可是在那之前是我的责任，我必须要告诉你。他就回我一句：“爸爸，我有身体自主权。”打耳洞，也说14岁的他说了这句话。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大的赌注，就是我觉得他，比如说像刚刚说会愈合，那如果万一今天没有愈合，不就只有一个洞在那里吗？可是我会觉得，当父母的你可以告知你的小孩，或是警告你的小孩说：“哦，这是风险。”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像什么刺青或什么比较严重，就是改不了的。像刺青，我跟爸爸说，他也说可能要等你30岁哦。讲到刺青，对啊，我女儿在高中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在高中就这个吗？对，就这个，你知道她多恐怖？那时候因为刚好他就说爸爸，我也想要刺青。我说你现在有点还未满18岁，我觉得没有很好。可是你全身都是啊，为什么你可以，我就不行？你自己的刺青是什么时候刺的？10年前，因为我那时候生病，我生病，那时候生病的时候，经过治疗之后，我觉得我的人生有另外一个开始。所以所有的刺青都那时候开始的。对。然后我这边是我的左手是我女儿的生日，右手是我女儿的篆体西洋的生日，有意义的。就是2005、06。那脚上的呢？脚上的这个是这个是。坡，但是那时候比较没有钱，我本来是要刺颇多野结衣，但是就刺了一个坡。后来
想要刺激他的时候，他已经退隐了，对，我就觉得算了，就改成海波浪，算了，对不对？你接下来应该快要他刺你家的电话地址了。是，真诚八的。他忘记回家的路上，这样你就不用弄什么带我回家什么这样。看到就知道了。那我记得那时候他就是去找了刺青店，看完之后，然后被我的朋友回报说，他要去问询价，然后我就后来跟他讲说，你帮我跟一些师傅讲，我的孩子还没满18岁，谁刺的话我就告他。对，18岁才能。但是我已经经过妈妈同意了。你妈我照告。哇！哎，可是我女儿小时候6岁的时候，是她就问我说：“妈咪，我可以去刺青吗？”6岁，她哪来的资讯呢？就偶尔会看影片嘛，她就会看到那个 tattoo， 她说：“妈咪，你看那个 tattoo 好可爱哦，我要去刺青，可以吗？”然后我就说：“不行啊。”然后她就问我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你看，如果你3岁的时候你喜欢 Elmo， 就是那个芝麻街那样，你去刺个青，然后你6岁的时候，你觉得你现在还会喜欢吗？”她说：“不会。”所以啊，那你刺了之后你就后悔了，你就把它拿不掉了嘛。所以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哦，这样很好懂。好，你刚刚说的是你在14岁的时候，国中快要毕业之前。对，好，各位同朋友，父母该不该同意？请举牌。一面倒，嘿，14岁哎，大家，哎，你在国外很多很青春期耶，我幼稚园就让穿了，对，我幼稚园就会让他穿了。小时候就会，这时候他们在追求很多美的东西，如果他这个时候才穿，他会花很多心思在弄他的耳洞，然后买很多很漂亮的耳环。他就没有办法专心读书，所以我要让他更早就穿。你以为穿耳洞他就不会弄美的东西吗？照弄啊，化妆啊。他就会去弄别的美的。可是好，那你现在看，他那是14岁穿的，戴了几年之后，现在有没有再戴？没有。那至少他之前戴了。我不后悔啊。对啊。哦。也对耶。我还有什么问题吗？对，我有身体自主权。我先告退了。没有问题了吧？我也觉得有道理啊。这个大家已经一致通过了，这没什么问题啊，没什么问题。兰坡他是5分的哦，5分。对，姐姐看起来很懂得理解家长的，对不对？对，算是。他既然提出无法理解的要求是什么？就是搭学长的车上学。什么车？什么时候？开着车还是什么时候？骑车？摩托车。什么时候？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现在读高中，大部分念的时候会尽量选择离家附近的高中念。然后以往来讲，都是从小到大都是我接送嘛，然后或者妈妈接送。那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他那个补习班的那个才艺班的学长也是住隔壁社区，他说他们上学的时候可以一起接他顺路过来上学，然后我就不用早起了。然后我听到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他不是指定我继续用老牌子，他找了一个新的学长，然后因为他讲的这个时候，我心里想说，这不妙，不单纯。我就说，其实我平常接送的好好的，为什么还忽然要换一个学长来？没有，你就说不行。哦，他没有这么多，就是这些解释或者什么，而且我明明跟他说的是我同学的爸爸要送我们去。但他在他那边就会幻想，完蛋了，另外一个男生要送我的女儿，所以同学爸爸送你是开车？对啊，当然是开车。那为什么是学长？怎么会？爸爸接他儿子，然后顺便接他。那有一天他爸爸若没有空，就是学长接他啦。哇，想到这么远去了，是自己幻想出一套剧情在讲这个，是不是？想好。兰坡他有精神异常。他有。不是，我讲，哎，兰坡那边刚好有医生，你去看一下。不是，我跟你讲，会这样，你最好是这样啊。女儿如果是这样子，隔壁邻居要接你啊，侯塞磊去上学，你可以吗？邻居啊。我唯一的考量点会说啊，这样对学长隔壁邻居的学长我会觉得不是学长，人家是爸爸，对，爸爸带他儿子，然后接他一起顺路嘛。对啊，我只会觉得说啊，每天这样麻烦人家会不好意思。那你是不是？不，但我不是像你这种想法，不一样啦。你在那边想说，哎，那他儿子，哎，接下来他爸爸就不见了，只有他儿子，儿子不是开车了就变骑车了，啊，有这种贴在一起了，啊，有抱得很紧，哎，你在想这个，然后一直按刹车，然后停，刹车停，刹车停，你看，这么律动。前世情人火大控诉，爸爸们却互相伤害。
我要剪短或是怎样都要跟他报备。你就是长发控，可是长发很正啊。你为什么要这么乖呢？我觉得爸爸没有资格打，他打他是不是？好好说，好好说。因为我爸也是一个长发控，讲得好像很厉害，我那他已经过了。照刚刚说的，不是学长送，对，是学长刚好也在车上，是爸爸送。对，那先不管他想象未来爸爸不送，是不是学长就单独送？先不管这个，以爸爸为主。以这个画面，爸爸父母亲该不该同意？请举牌。哦，这真的很难呐。我就知道你懂我。不是，我不是那种，不是那种同盟啊，不是啦，不是那种懂嘛。好，先不着急哦，孩子这边全部都同意哦。孩子，首先他们都同意哦。我觉得高中已经可以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他已经蛮成熟，超过16岁了。对对对，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也是就是有坐过就是学长的车，对啊。你没有刹车，你那时候在想什么？你也不能说。我们没有特别问什么，车上还有没有别人？没有，没有别人。后来跟学长怎么发展？没有啊，就真的只是接送，就一直接送啊。但是互有好感的。有交往吗？没有啊，就他真的没有好感，他干嘛接送你啊？那个帮我接一下，测谎一下，测谎一下。没有好感，我觉得要接送。就后来没有后续啦。你跟那个学长有好感暧昧吗？没有啊，我就只是想说不要让爸爸这么累。因为他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就我们今天不说场面话哦，是说真心话，是真的，真的，对不对？就没问题。来播，我担心的不是我女儿的成熟，我担心是那个学长不成熟。那你要相信你女儿，你要防小多人。我相信我女儿，但是我不相信学长啊。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对啊，我们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从国中就开始当人家的学长了。然后一直到高中，然后甚至到我们到这个行业里面，所以我最担心的就是现世报，对嘛？业力引爆，我懂你意思。那家长送了多长时间？没有被打枪了，一次都没有。对，就防守的很彻底了。本来6点半左右起床的部分，我自从他提出这个要求，5点半就起来等他。对，真的是这样。可是燕婷说她同意，她不同意，但不是跟她一样的原因。什么意思？我是怕欠人情，对，欠人情，再加上虽然是邻居，那对方是家长男生，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未知数。对你可能他好先生，但他可能突然一个发生事，那安全性考量，你载我女儿，那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我责任归属，不能怪他。对，能决定的话，我也觉得不要。但是因为我觉得不能说不准不可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就隔阂就产生了，他以后什么事都不会跟你讲。我觉得可以换个方式，或者偶尔给他载一次，或是什么，就你那个信任感要让他有，然后安全感要有，不然你看他像连刺青都不跟你讲，就你拒绝之后，他都不跟你讲。防到后来他真的做了，你又怎么样？还是会，对不对？好了，这边有没有孩子们对你做过无理的要求？无法理解，不是无理，无法理解。来，我觉得我不太算是无法理解，而是应该可能现阶段他现在4岁。4岁能说什么？他现在去幼稚园嘛，幼稚园刚开始接入同才，然后开始有很多个，比如说卡通的角色、动漫的角色这样。然后一到进去学校之后，一个男生同学他很喜欢奥特曼，他非常喜欢奥特曼。结果呢，他就直接对着我儿子，因为我儿子穿那个蜘蛛人衣服，他对着我儿子说：“你的衣服好丑。”这样，你的衣服好丑，没有人喜欢。那我儿子那一天放学回来，我想说，奇怪，他怎么那么不开心？这样，我就问他，你发生什么事情啊？在学校怎么了？这样，他就说，有同学不喜欢我的衣服，他说没有，他会不喜欢这样。对，我说好，那妈妈带你去买。那他一买的时候，就他说了那个谁一定会很喜欢，他会跟我玩。我就发现这个是讨好型人格。对，我就回去跟他一顿心灵鸡汤，说你没有必要，就是因为我没办法理解，就是。不要去配合别人的喜好来去改变你自己的喜欢。他在乎他人的看法呀。对，但是我相信这个年纪应该都是这样，用物质的感受去同才认同。对。但是我就是慢慢一直跟他说，你喜欢最重要，没错，不用去配合别人。对。好，我们换边发球。哎呦，换你们了。来喽。请问孩子们，题目是。爸妈曾经对你提出你无法理解的要求，一样无法理解1到5分，有多无法理解，请举手。
你有1到5分，7分，爆掉7，你这比是7分吗？2分7啊，7，满分是5分哎。我有满分10分，满分5分，满分5分，5分，哇，爆掉，爆表爆，满分5分，4分，4， 3、4、4，那就顺过去了。好哦，姐姐先来。不准剪短头发。哦，长发控，你看怎么那么？我每次因为你们看我头发就是已经这么长了，这一定超难吹干的，已经就是及腰甚至到屁股，然后我就想要，我每次都想剪头发，而且我想剪那种一刀切，就是那种很利落的那种发型，但是我爸都不愿意让我剪，而且他会直接说不行。然后他就会开始解释很多理由，比如说我想剪一刀切，他就说不要，你头发太多了，你剪起来一定会像樱桃小丸子，就不是你要的那种感觉。哦，会有蓬在那边呢。对，会太蓬这样，因为我头发是真的很多，反正我要剪短或是怎样都要跟他报备，连烫卷什么都。他什么时候跟你说这句话的？到现在都还在说。哇塞，那你为什么要这么乖呢？不是这是有原因的。我先讲说，这是有渐进式，因为你知道我女儿是那种，刚刚讲到刺青啊，讲到什么学长接受，你就知道她是冲动型的。他都是冲动型，马上。他没有觉得他冲动，真的吗？听起来觉得他怎么引导我们想法的？对，还好。那我自己觉得是，他那时候最小的时候，他是国中的时候，因为他那时候跑步跑得很快。然后就被选到要去当那个田径队，他们为了要很好打理，所以他们会把头发剪得很利落，剪得很短。然后他就那时候以前就说，那我也想要剪那样，有点小男生头。然后后来到大的时候，他就会想说，我要不要去剪怎样？那我自己一直到现在的给他建议是，因为他有时候会现在工作会接到一些业配或者是一些商业合作。我已经开始有接一些业配了。对，刚毕业就是也头发。对，因为我自己他是我们自己的公司里面的，然后我有另外一个经纪人在处理他的事情，所以他每次要干嘛的时候，我说你希望你可以告知一下经纪人。因为有可能他帮你接了什么，然后你就啪啦就剪掉或懒得怎么样，他就没办法交代。所以我那时候会讲说，你真的要询问一下。兰波老师，那如果你经纪人说可以啊，没关系，现在没有戏的那个需求，你可以剪，我会不会让他剪？我会把经纪人废掉。你看，告他，讲，我是说，当然，如果你今天说工作需要干嘛，现在我就不会管那么多，但是我希望他不要，你知道他有时候小朋友在什么流行就剪什么。那像蕾蕾这个长度可以吗？我觉得长一点好一点。辣妈被儿子指控，感谢大哥神救人。冬天的时候，他会一直就叫我穿一个毛帽，别人就认出我是女生。他想要别人认出你，觉得你是女生，我也不太确定。不是，其实就是戴帽子很可爱啊。那你现在穿衣服的时候，妈妈会给意见吗？他都说我打扮得很好看。你是他的骄傲。对呀，这倒是，对不对？对呀。好，我帮你讲完了，好不好？好，谢谢陈。那个钱下个礼拜会到我户头。我一定要讲，因为我看过这样的发型，然后因为他现在工作是在富邦啦啦队嘛，然后你知道他们那个跳的时候，其实很难绑很难固定，其实是撒的满脸都是。长发其实比较好做造型。可是长发很热啊，你就是长发控。可是长发很正啊。长发控，了解了。这个兰波老师对于女儿这个要求，你不能剪短发，孩子应该同意还是不应该同意？请举牌。不能哦，不应该同意是这个吗？不能不同意父亲嘛？不应该同意，不应该同意父亲嘛？对不对？不应该同意。孩子，对呀，一面倒。你看一下大家的票，不要那么大声，刚才你也是一面倒，大声讲的好像很厉害，我那一趴已经过了。指着我说一面倒啊，很大声嘛，对，看一下前面，懂不懂？被风水轮流转啊！好有自信哦，他讲了好久，把注意转移到我，哇塞！好，兰波啊，不好意思啊，蓝先生，是大家都不同意，他的孩子不应该同意这件事情。对，而且他可能还小，但是现在已经过20岁了。哦，是，所以他开始你刚刚有一个是我觉得可以站在你的立场是，以经纪人或者是未来工作规划、生活整体考量。是。可是长可能头发他嫌太长，对啊，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可以自己做主。
是我们刚才讲的侯赛雷的头发已经过肩膀，已经压了肩膀。对啊，他也觉得说，他以前头发也是那样子，然后我也是长发控。我觉得爸爸没有资格打，他是不是？好好说，好好说。一面倒而打叉的。哦，你说他是为了一面倒，他是为了一面倒举这个牌子。对，他连头发也是没有办法剪，因为我爸也是一个长发控。然后我剪这个头发，其实我是偷偷去剪，就是我只是剪完才跟他说。就是也是到腰，所以现在这样很好看。我觉得我之前更短，因为就是爸爸不同意，我就会更想要剪很短。我觉得头发就是1、2年就长回来，有什么不行？没有啊，他就说服我，他说爸，你现在一直这样阻止我，我就会一直想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剪？反正不喜欢不好看，我就再留长就好了。对啊，那我就没话说了。怎么现在有很多替代的方式？把你惹毛剃光到少林寺给他看。我剃光什么？不要冲动。爸爸很惊恐。啊，孩子基本上不应该同意了，我们全部人都觉得这个，你看连艾琪，对呀，对不对？啊，兰波老师，连艾琪都这么认为，真的是有道理。沟通。哎，顺下来喽，哎，你家 Taylor 来喽，来，盘子放下来哦，Taylor要说话喽。好，穿妈妈喜欢的衣服。他喜欢你穿迷彩吗？还是什么？没有啊，就是我小时候就是长得比较像女生，对，就是睫毛比较长一点。啊，就冬天的时候，他会一直就叫我穿一个毛帽，因为都遮住我的头发了。然后我睫毛很长，别人就会认出我是女生。他想要别人认出你，觉得你是女生。我也不太确定。不是，其实就是戴帽子很可爱啊，就小的。他混血儿嘛，他当然这样很可爱。但是因为我知道，因为常常在电梯里面就会有人说，哇，妹妹好可爱哦，然后我又帮她好真的耶，就是哇，可爱，应该很可爱。可是他连帽子他不喜欢，衣服他也不喜欢，是因为他扎着不舒服。对，他觉得很紧。所以他所有的打扮通通是你一手规划。他小时候都是我帮他，就是做造型。你把他当洋娃娃做了。还有就是去剪头发也是，这个头发好帅，这个很夸张哎。可是你的头型蛮好看的。对，这个我还是找了一个很大牌的发型设计师帮他剃头，你知道吗？就剃头而已，还要找大牌的设计师，我觉得。然后他一剃完之后，他出来他就哭了，他不喜欢。对，他是 after， 那是他哭完之后的时候拍的照。你这个头发，这个短头发比那个黄轩的光头还好看。真的。因为他的头型是这种，就是很像电灯泡这样。即使现在回想看到这样，也不觉得不好看吗？我觉得还不错啊，只是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国小嘛，然后别人就会开始哇，你是光头了。对啊。哦，同学会笑，会笑。可是他现在我叫他剃，他也不剃了。然后这个是他不喜欢穿很绅士的衣服。对，小时候比较喜欢穿 T 恤嘛，然后对，他就不喜欢穿。想把他打扮成一个小大人。对，然后他就很讨厌，像头发梳成这样子。这也是你打扮的。这全部都我打扮，他头发我帮他梳成这样7分这样3、7分。这个的方向还可以，但他也不喜欢。那你现在穿衣服的时候，妈妈会给意见吗？他都说我打扮得很好看啊。对，现在他有自己的想法，我就让他打扮这样。穿妈妈喜欢的衣服啊，因为妈妈本身是女艺人啦，然后你又是帅哥，妈妈也希望你站起来不在旁边跟男朋友一样。有哎，对，妈妈掌控欲都比较强。没有啦，就是其实我会把他打扮成这样，像上次情人节，我就把他带出去吃饭呐，然后他就很别扭，他就会觉得说，人家会以为你看起来就是背影很像我的女朋友，我带了个因为我个子又比较小，然后他就说我不要吃，我要回家，我就说没关系嘛，刚好就是我们刚好一起就是回家就吃个饭这样。不是啊，那时候你勾着我的手哎，这真的很像啊，什么很像？瞎耶，好可爱哦。我说句心里话，你是他的骄傲。对呀，这倒是，对不对？对呀。好，我帮你讲完了，好不好？好，谢谢陈哥。那个钱下个礼拜汇到我户头。侯赛雷顺下来，来侯昌明，万恶不赦的侯昌明，到底给你提了什么无法理解的要求？学跳舞。逼我学跳舞。广场舞吗？对，用逼的。什么舞？就是那种小时候上的那种街舞。街舞课。街舞啊。对，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很害羞，就是我不太敢跟陌生人讲话。然后我爸就是说啊，就是你要大方一点啊，你要看人家眼睛啊，怎样怎样的。然后他也完全不给我机会改，他就直接把我拖，就是真的是用拖的，然后拖到那种小学的舞蹈班跳街舞。然后他就站在门口看，我就觉得。我到现在都还是有阴影，因为不是害羞到，比如说你连在电梯里碰到邻居，
我说叫叔叔好，阿姨好，然后他就叔叔好，阿姨好。你听得到我声音吗？听不到。我连电梯的我都听不到。你有讲话吗？哦有，我刚刚已经打过招呼了。我说你，他就是害羞到这个程度，你知道吗？我觉得这可以用教的啊。对，然后我有时候想说，那我就试着吧。你看以前我们多少聚会，以前我就带着孩子去，然后他们都缩在一边，也不敢跟人家主动去聊天，也不敢什么，就永远都缩在那边，然后就自己搞得自己很无聊这样子啊。那我就想，你这样子下去，这个。怎么行啊？我并不是要你说要什么花枝招展什么，不是。可是你基本的态度你还是要有嘛。那但是它离这个有很大的距离。穿真理裤也要管，同件裤子效果却不同。他不准我穿那种休闲的那种真理裤出门，看起来还好，看起来。因为你腿比较长，在我身上就是我爸爸不会管我。对。在我身上，我爸也不会管，对，不会管，他觉得是安全的。我并不是要你说要什么花枝招展什么，不是。可是你基本的态度你还是要有嘛。那但是它离这个有很大的距离，那怎么办？我说那干脆把你送到舞蹈班去了。但是事实证明这就是没有用。对啊，这是他不喜欢的事情。从几岁开始觉得你比较能够在陌生人面前比较？就是面对陌生人比较自在，落落大方这4个字。高中，对，高中，自然而然就会了。自然而然就会，就是跟朋友相处啊，然后多练习啊，多互动，我觉得就会蛮有效，就是不用真的逼。没有啦，父母其实很为难啦，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说这样子对将来，如果你一直是这个样子，长大还这个样子，我们会有点担心。我们希望可以把你 open mind， 但是我们怎么办？4个不同方法，我们会着急，所以想说试一个不一样的方法试试看。我们就是只能这样做。突然间把非常内向害羞的侯赛雷拖去学跳舞，你觉得他该不该同意？请举牌。一面倒，连装配合一下，一半也好。对，你不要连装了，跟我讲，北风北最后一圈了，连装了哈，连加一啦。啊，没得上诉了，我跟你讲，拿到绝章了，连装你还敢？好，我们听一下家长的说法，好，听一下，好不好？好。因为我儿子是属于比较社恐型，他进去教室，比如说同学就坐在这里，他会自己坐在边边，他就只去坐边边。那我当时就是看着，那去了1次课程，我就回来就跟他说：“你喜欢这堂课吗？”他说喜欢，那我就让他报名。那他一去之后呢，刚开始就是会跟同学分开，到第2堂、第3堂，他就慢慢的跟同学自己靠近了。所以其实孩子会自己去选择他什么时候要去打开心那个状态，只要渴望要这个。但是如果爸妈一直 push 他，你去，他就觉得很烦。对，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是一定要开朗乐观才是对的一个社会。因为像刚刚昌明哥说，他一个人坐在那边很无聊，可是昌明哥觉得他很无聊，小孩不一定，他可能不觉得他自己很无聊，他搞不好跟大家打招呼，他才是不自在的。我觉得那个让他这样子成长，反而是我觉得对他来讲是不健康也不公平的，就应该让他自己，就是他如果是内向，那就内向吧。我们有遇过，因为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真的有遇过那种小朋友，很多爸妈把小朋友丢来上课。但是我们后来解决这些比较内向的孩子，会用一种方式，就是叫做亲子一同上课。就很多的爸妈，然后初期的时候会用玩的方式，他觉得爸妈有陪伴一起学舞蹈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一种被好像看动物这样子在里面有点折磨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是。如果一起的话，应该就不会那么尴尬。那我要同场加问一下，2位女孩子哦。因为刚刚有讲到 Tyler， 他妈妈那时候会限制他的服装啊。那你们的爸爸妈妈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吗？会。现在还会吗？我这身衣服就是他挑的。现在吗？就是我出去工作或是什么前一天我就要搭配好几套，如果不在他身边的话，就是拍照给他看。如果在他身边的话，我就要穿出来给他看，然后让他选择说，你要穿哪个比较好看，然后他就说，这件我刚好有跟你搭配的，你就穿这套，类似这样。他是从工作角度看，还是就纯粹是
爸爸的？我觉得纯粹就是爸爸，因为像他也都22了耶，他不准我穿那种休闲的那种真理裤出门。当然不行啊！像这样子吗？对啊，这个是还好，就是有点像运动的短裤。这算真理裤吗？这有些算舒适的，我觉得看起来还好，看起来。因为你腿比较长，在我身上就是我爸爸不会管我。对，在我身上，我爸也不会管，对，不会管，他觉得是安全的。我女儿这样穿，我也不会管她，我觉得还好吧。因为你穿的更露，你当然不能管。你不叫你就穿到这，你是穿到这，你连穿比基尼出门你都 OK 的耶。没有，而且其实艾琪姐姐她以前穿的这么性感，也这么健康的就长大了。穿性感会长不大吗？不是，就爸爸会担心嘛。可是其实她也没让爸爸担心。她一直是会危险。你会担心吗？如果你女儿穿这样，好像还稍微少了一点。我也会有一点担心哎。说不出来。Taylor， 你觉得16岁来看的话，你觉得？我觉得如果夏天很热的话就可以啊。我觉得应该是说，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可能没有这样穿，所以爸爸妈妈可能看到这样会觉得，哎。好像也太少，但是因为现在的孩子基本上都这样穿啊，所以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我有时候不太理解现在的流行啊，但是因为他有时候因为仙人裤有时候要穿起很紧很短，然后穿个拖鞋做捷运，然后我就觉得这有一点点奇怪，所以我会觉得我其实跟孩子讲说，在什么时候穿什么样的衣服，我觉得是个礼貌。有时候我觉得，我希望你，我当然知道好看啊，穿比基尼也好看啊，可是你穿比基尼走在东区就觉得怪嘛。还有你要想，你爸爸现在他什么事情考量都会觉得他是接受报应。对，因为他以前可能玩太凶了，可能真的，我觉得就是他的问题。他心态真的有问题，别人都可以讲，你小声一点。你现在是2连霸，你我是黑呀，我是觉得你管得太凶了。好，来侯赛雷，他会限制你什么服装吗？我是刚刚说到很重要，就是什么样的场合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像我们要去海滩，我爸会规定我一定要穿比刚刚那个真理裤还要长的裤子，然后再加有袖子的衣服，然后有领口这样子。妈妈现在都穿那么辣了。对，那是因为我鼓吹妈妈一起穿，但我妈被限制了超多年，就是他们结婚到前几年都没有穿过比基尼。他是过了快50岁才解放的。对啊，像是我们在海滩啊什么的，然后我爸就会一直在旁边盯着看，然后就说哦你们什么时候好啊，然后一直在那边吹，然后就说哦我们要回饭店了什么什么，就是不让我们好好享受。不是嘛？因为那个爸爸的心态真的是比较有时候真的太没办法解开，因为。我不好意思，我现在因为有照片，我已经在看了。不好意思，对，你看照片当然很好看啊，该要有气质，又可以很有气质。我觉得海滩穿长袖长裤才会被看。正常啊。爸爸都是女儿傻瓜，这一关就是过不去。从今而后，侯赛雷是不是很支持他穿比基尼？我就不相信你让你女儿这样穿。我女儿在沙滩上，她这样穿是 OK 啊。你少来，那比基尼照片来，我们看一下，没有必要拿出来，对，没有必要笑，这样就好，这样就好。不好意思，我现在因为有照片，我已经在看了。不好意思。对，你看照片当然很好看啊。好看啊，该要有气质，又可以很有气质。我觉得海滩穿长袖长裤才会被看。正常。对啊。就是什么样的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我又不是这样去逛街。这个不是这个哈，他现在拍的这个是这一套泳装是完全。我不知情状况下，他买了，然后这个沙滩应该是在国外吧？这是国外啊，国外的沙滩，所以我不在身边，所以我也无可奈何。那我只跟他讲好，你在国外这样穿，在外国这个很正常，但是这套不要在台湾的沙滩。台湾没有，台湾现在也都报告一下，我真的，你现在我说真的，这个在台湾现在是保守的。对，在台湾现在的女生的泳衣都是钉了，还有钉子，都是钉的。而且爸爸根本就没有那样说，他是透过我妈跟我说，就是我妈打电话跟我说，就我在国外嘛，然后他就说哦，爸爸说你那套衣服布料太少了，然后就说那样子很过分，穿那样很过分，还要穿你才过分。我们从今而后，侯赛雷是不是很支持他穿比基尼？支持还是不支持他穿
穿比基尼。支持，你现在就是给我一个句点就对了，是吧？我不是，我要给你惊叹号。惊叹号。来，侯赛雷应不应该穿着比基尼？他拥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请举牌。3连霸，你是举一半对不对？没有这样子，我给你看的啦。给你看，又连庄啦，连庄，恭喜啊！陈，如果你女儿真的也穿这么少布料的比基尼 ，OK？ 不少。她过了20岁就可以。对，你就不管。不管，不会说不了偶尔穿插一下，因为我女儿穿那个国标的那个也是很辣哦，国标的更我女儿跳国标穿的也很辣哎，真的，就是要有一个说服力嘛，做什么要像什么，因为她穿起来很有气质哎。你女儿我就不相信你让你女儿这样穿。我女儿如果在沙滩上她这样穿是 OK 啊，你少来了。她如果在东区这样穿，我就真的会傻眼。姐姐，你弄一个比基尼照片来，我们看一下，你有吗？有哎，你有穿了可以吗？你爸知道吗？爸没有看过。你看，没有必要拿出来，对，没有必要。这一集不要给太多，不要给太多，这样就好。再帮你举圈叉。好紧张。这样就好，这样就好。我们先停录，我们等。两个很怕报应的爸爸。不要再为这个事情举牌了，因为今天已经优胜了，你胜出了。对呀。没人跟你比了。好了，我们的女王团这边，我小时候家里只要同学来家里，我都不可以关房间门，就是一定要我不管家里有谁，房间门一定要开着。我爸妈也是这样要求。已经到我大学了，也不能关门。女生也不能关房门。不行，还有我们空气会流通啊，空气会不好啊，然后这样比较。就是大家看得到，爸爸看不到你们在干嘛了，不知道。对。可是后来我们都不想待在家啦，因为就觉得家里根本没有隐私啊。对啊，我就跑出去啦。哦，你这么乖巧都会这样想了，对不对？那叛逆一点的还得了？对，对不对？对。我觉得今天提供了一个很棒的机会，大家可以讲出来分享，我们就会发现，大家的观点不同，然后听听看不同的视角出来的意见。年轻人也不是一味的叛逆啊，他渴望有一天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跟身体自主权。没错。今天我希望透过我们今天这样的分享，找了2代，把这个所谓的代沟拿掉，不叫代沟，其实叫如何理解。父母亲担心是一辈子的事情。你们已经讲得很好了，真的。但有一件事情是我现在可以确定，因为我看着你们长大的，你们是他的骄傲。的确，好不好？真的。OK， 谢谢你们。OK， 好，女王大人，下次再见。See you， 拜拜。那今天未来中国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特别感谢嗨欧尼时尚美妆。